过去的几日，叶晨虽然一直在使用手印积攒灵气，但一直没敢招惹那枚戒指。眼下事情基本都已经搞定，回到金陵之后，叶晨便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就算戒指真把自己的灵气吸了个一干二净，自己也可以立刻通过培元丹补上，甚至可以跟戒指玩一把梭哈，看看到底谁的筹码多一点，谁能够撑到最后一张牌。林婉儿对叶晨这个打算也非常支持，她一直觉得孟长生虽然有诸多私心与心机，但当初让父亲和吴飞燕一起出山匡扶汉人江山，应该是出于真心，而不是虚情假意。这就意味着那戒指除了危急关头救人一命之外，一定还有其他用处。叶晨打算和林婉儿一起回金陵，但李亚林却还不打算离开。他对叶晨说，叶先生，我想在北欧留一段时间，继续训练一下 AI， 有些一直想要实现的想法，现在正好能够让 AI 试一试，如果能有所成效，对我们将来会很有帮助。叶晨知道他最近痴迷 AI 痴迷的厉害，便点头说道，李探长想留就留吧，不过不知道李探长打算让 AI 实现什么。李亚林道，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，就是让 AI 深度学习一下人脸识别。叶晨好奇地问，这东西不是很成熟了吗？现在的人脸识别好像已经很精确了，哪怕一个月胖20斤，胖的亲妈都不太认识了，人脸识别还是能辨别出来。李亚林笑道，这是单一个体的识别，确实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不过我想做的是让 AI 基于这种人脸识别的技术，学习如何计算和比对一个人的长相，继而去判断个体 A 与个体 B 的长相有多大相似度。相似度？叶晨好奇地问，这有什么用处？李亚林道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让 AI 多分析许多兄弟、姐妹、父子、母女、祖孙甚至远亲的容貌特征，然后基于各种血缘关系进行比对学习，看看能不能提炼出一种辨认方法。举个例子，我如果怀疑您有问题，那我就把你的人脸交给 AI 去识别，让 AI 从全世界的人脸数据库里寻找跟你长得最像、最有可能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。虽然说不一定准确，但一定能够迅速定位许多存在可能的对象。说着，他又补充道，通过右军都督府向西班牙的转移，我们目前掌握的右军都督府成员已经比较多了，上次也让宋小姐帮忙辨认了其中的吴家人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上百名吴家人的容貌特征。如果 AI 能够从这些吴家人身上找到这个家族遗传相貌的潜在特点，说不定就能帮我们从全球范围内找到一些疑似吴家人的对象。叶晨听得惊讶，忍不住道，听起来好像还挺可行的。李亚林道，大海捞针自然很难，我们可能也设计不出一种东西能够专门把海里的针捞出来，但我们可以设计一款巨大的磁铁，先把海里的铁制品收集起来，再从中寻找那根针，比直接在海里找要轻松得多。是，叶晨点点头道，那就辛苦李探长了。翌日，一架由北欧皇室出面租赁的公务机从北欧首都奥苏城起飞，直飞华夏金陵。偌大的飞机上，除了2套机组成员之外，没有任何服务人员，整个客舱只有叶晨与林婉儿2人。飞机上，叶晨通过卫星网络收到了万破军发来的文字汇报，目前多艘载有杜克矿业死士、萧其卫以及家属的货轮都已经成功驶出直布罗陀海峡的范围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彻底摆脱了破氢会的威胁。由于直布罗陀海峡距离叙利亚只隔了一个地中海，3000多公里的航程，大概1个礼拜之后就可以陆续抵达万隆店在叙利亚的基地。叶晨想让宋如玉尽早抵达金陵，届时让他先与云如歌见一面，于是便问林婉儿，林小姐有没有什么渠道能把那个宋如玉送到华夏来？我的意思是，不要留下任何出入境记录，哪怕虚假身份也不留，也不要让他被其他入境人员看到。林婉儿想了想，开口道，那公子先让万破军带他到叙利亚吧，
万隆店在叙利亚与政府军以及革命军的关系都很微妙，他们带人入境肯定也不会通过官方渠道，先让他们把人带进叙利亚，顺便也让他给万隆店的将士们上课，教一教修炼武道的心得。奴家问问老孙，近期华夏有没有飞叙利亚搞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？如果有，就让宋如玉跟返程的飞机回来，到时候他肯定能帮忙解决入境的问题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了，也不会有人看到他。叶晨赞叹道，这是个好办法，那就辛苦林小姐回头帮忙咨询一下。林婉儿问叶晨，不知公子有没有把握，在宋如玉和云如歌毒发之前，解了他们体内的奇毒？叶晨摇头道，暂时没有什么头绪，吴飞燕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他在这些修士体内留下的毒，更像是一个日积月累积攒了大量灵气的阵法，而且阵法只听命于他，我破不了阵，就解除不了他们的生命危险。林婉儿点点头道，那公子还需小心云如歌，他的泥丸宫内还有吴飞燕留下的自爆阵法，以吴飞燕阴险毒辣的行事风格，谁若是背叛了他，就一定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说不定毒发也会触发他留在泥丸宫内的阵法，把叛徒身边的人也一股脑的一并炸死。叶晨道，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说到这里，叶晨不禁叹了口气，道，九玄天经里的东西，不可能让我获得比吴飞燕更强的实力或者技法，就好像中学生百科全书里的知识，不可能应付得了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的考试。想破掉吴飞燕，最大的希望还是想办法探寻出那枚戒指的真正潜力。林婉儿宽慰道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连极光都能向公子传授修行的手印，想来公子也定能探究出那戒指的真面目。叶晨感叹道，这些天我只要有时间，就在不停地运转手印，体内灵气已经较之前多了1倍。林婉儿惊呼道，多了1倍？那公子眼下的实力和修为岂不是增长了一大截？叶晨摇头道，说来奇怪，那灵气虽然是我一点点积攒下的，也确实能明显感觉到，但似乎又好像与我无关，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多大的提升。我也试着用过些许灵气，消耗掉的灵气全是我自己的，而非手印产生的，这就等于我原本有100万，又通过别的方式弄了100万，可那100万放在那里只能看不能花，有什么花钱的事儿？还是从我自己那100万里支出。林婉儿问，那如果公子自己这100万花完了，那100万能不能动呢？叶晨道，这不就得等落地后试了才知道，之前我一直不敢随便尝试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是上当上怕了，真怕又是什么没见识过的幺蛾子。